叶晨与萧初然抵达燕京之后，便在国家体育场旁边的酒店办理了入住。因为马上要开演唱会的缘故，整个酒店已经全部客满。两人等着办理入住，都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入住之后，两人闲来无事，萧初然便提议一起去燕京市中心逛一逛。学美术和设计出身的萧初然很喜欢燕京二环内的四合院，想与叶晨一起逛一逛。叶晨自是欣然应允，却不曾想萧初然只是想和叶晨一起逛一逛叶晨小时候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两人在二环内的胡同中漫步穿行，萧初然拍了很多照片，也拉着叶晨拍了很多合影，心情看起来格外的好。来到后海时，水面虽然还有冰，但靠近岸边处都已经开始融化。萧初然有些遗憾，他感叹，我一直想玩北方的传统冰车，但一直没有机会。叶晨，你玩过吗？叶晨摇摇头，我也没玩过。不过你要是想尝试，咱俩明年可以早点来，别等到开春再过来。他不敢说自己玩过这东西，毕竟自己讲给其他人的身世是从小就无父无母，在外流浪，然后才进了金陵福利院。那一个金陵的孤儿，又怎会玩过北方的冰车？毕竟以金陵那种冬季湿冷的天气，薄薄的冰面上站条狗都不容易，更何况金陵长大的孩子，哪里会有北方孩子的童年记忆？萧初然有些失望，但很快又恢复如常。他问叶晨，明天生日，要不要中午找一家好点的餐厅过一下？不用了吧？叶晨微笑着说，我不太习惯去饭店过生日。萧初然说，可是总要给你过生日的呀。叶晨提议说，不如咱们买个蛋糕，让人送到酒店，晚上看完演出，咱们在酒店房间吃个蛋糕就算了。萧初然想了想，点头说，那也行，我已经提前订好蛋糕了，一家燕京很出名的蛋糕店，明天回酒店给你庆祝。叶晨笑道，好，谢谢老婆。回到酒店，两人洗漱之后躺在床上，萧初然等着0点到来，亲口跟叶晨说生日快乐，而叶晨则躺在床上思绪纷飞。他的耳边总是会莫名想起顾秋怡的那句话，除非你给我一个儿子。他开始担心这场演唱会之后，顾秋怡会继续就那个问题跟自己不死不休，因为演唱会结束，他就会彻底退出娱乐圈，到时候他不会再参加任何演出，也不会录制任何歌曲，不接受任何商业合作，正式回归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到那时，没什么能干涉他的生活。他如果又提想要未婚先孕，这件事自己又该如何搪塞？正感叹着，时间到了0点，萧初然靠过来，轻轻枕着他的肩膀，说，老公，生日快乐。叶晨微微一笑，伸手将他轻轻揽住，温柔地说，谢谢老婆。萧初然还想说话，叶晨的手机已经开始嗡嗡地响个不停，几十条微信一下子全都发了过来。顾秋怡、蔡蔡子、秦傲雪、王冬雪、宋婉婷、苏若离、苏之瑜、李小芬、贺知秋、海伦娜等一众女人纷纷给她发来生日祝福，就连塔瓦娜都卡着点发来消息。除了他们之外，400岁的林婉儿也给叶晨发来消息，祝他生日快乐。其他如洪武、陈泽楷、万破军以及何家人也都纷纷发来祝福。更有趣的是，连史蒂夫·罗斯柴尔德都给叶晨发来一大串祝福语，一刻不停的微信消息让叶晨有些尴尬，他不敢当着萧初然的面回，于是便只能将手机放下。萧初然问他，老公，你怎么不回消息？叶晨笑着说道，哎呀，都是一帮客户发来的祝福，就不一一回应了，待会发个朋友圈，写2句感谢的话就行。萧初然微微一笑，没有戳穿，而是问他，29岁了，有什么愿望吗？愿望？叶晨想了想，笑道，之前没想过，但仔细想想，愿望还挺多的。萧初然说，你可以先想一想，想出一个最想实现的。
等今晚吹蜡烛的时候许下生日愿望，很容易就能实现的。行，叶晨笑着点了点头。休息一晚，时间很快到了2月初2这天。今日的燕京，清晨时，外面便是一片雾蒙蒙的景象，能见度很低。叶晨从酒店的窗户俯瞰国家体育场，原本清晰可见的整个场地，此时已经变得一片朦胧。不多时之后，天空中开始有片片雪花纷落，手机推送响个不停，连续好几个新闻和天气软件提醒今日的燕京突降大雪，而且有变为暴雪的可能。按理说正月过后气温回升，阳历已经进入3月，燕京的降雪概率已经很小，但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整座城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萧初然看到漫天飞雪，心情好了不少，坐在落地窗前，聚精会神地看着雪落。只是外面街道上匆忙赶着，早高峰的人们就没这么好心情了。路上的各种车辆堵成了一锅粥，人们打着雨伞在雪中艰难前行，时不时就会有人或自行车在路面上滑倒。大雪纷纷扬扬，一直下到傍晚。待到叶晨与萧初然开始在体育场排队检票入场的时候，这场大雪才堪堪停了下来。大雪已经让城市的交通濒临瘫痪，但依旧阻挡不了这些粉丝们的热情。几万人陆陆续续进到会场，让整个会场的温度都骤然升高不少。叶晨这次与萧初然拿的是内场前排票，也是所有演唱会都最难抢的区域。在这里，能近距离看到台上的明星，体验感拉满。萧初然此时却开心不起来，他一直看着手机上的时间，演出时晚上7点半准时开始，现在还有20分钟，但他也知道，明天早上的7点钟，自己就要配合唐四海，将他希望叶晨看到的新闻偶然间让叶晨看到。按照他的计划，叶晨在看到那新闻之后，就会立刻动身前往澳大利亚，这也就意味着自己与叶晨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最后的12个小时。这一刻，他有了一种读着秒过日子的感觉。想到只剩下12个小时，再看到身边的叶晨，萧初然的情绪有些失控，眼泪再次不自觉地滑落脸颊。叶晨看到他的眼泪，关切地问他：老婆，你怎么又哭了？这几天萧初然的情绪一直不太稳定，叶晨原本也察觉到不对劲，但又愚钝到猜不出原因。可这一刻见萧初然又默默流泪，他心头忽然一疼，似乎猜到了什么。看着叶晨关切又紧张的眼神，萧初然心中痛苦和委屈瞬间被这种关心放大，他几乎控制不住想抱着叶晨大哭一场。再这么憋在心里，他怕自己会崩溃。可没想就在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女孩子直接放声大哭起来，她的男朋友赶紧把她揽在怀里，紧张地问：宝贝，你怎么了？那女孩哽咽着说：我一想到这是秋怡姐最后一场演唱会，我就好伤心啊，不敢想象她这么年轻就要退出娱乐圈了。说着，女孩情绪失控，泣不成声。叶晨这才发现，身边在哭的女孩不只是她和萧初然两人，不少女孩子都和萧初然一样，一个人看着空无一人的舞台默默流泪。叶晨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萧初然的眼泪是因为顾秋怡要退出娱乐圈才流的，于是他将萧初然揽在怀中，宽慰道：老婆不要伤心，就算顾小姐退出歌坛，她那些音乐作品还是随时可以在网上听到的，很多演唱会的现场视频在网上也能搜到，而且根据那些港台歌星的套路，说不定哪天她又复出了呢。萧初然听得错愕，苦笑一声，理智逐渐占据上风，他也压制住了心里那股冲动。